先进的机器制造，强硬的是一个国家民族的脊梁。从100万吨乙烯工程的自主制造，到高端数控机床实现突破，再到工程机械的全面超越，中国的机器制造已经开始从学习走向创造。国际垄断逐渐被冲破，国家经济安全得到有效保障。我们制造，推动繁荣和成长；我们创造，走向自立和强盛；我们前行，让梦想变为现实。大国重器。时光倒退30年，这里还是一间巨大的厂房。如今，这里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博物馆。这些机器是新中国最早的工业制造装备，凭借它们，中国人生产出了第1炉钢水、第1辆汽车、第1桶石油，甚至天安门城楼上的第1枚国徽。这是当年贫穷的中国宁可饿着肚子也要打下的工业基础。那时的中国有一句口号，叫做“自力更生”。这些机器见证着历史，也讲述着一个道理：一个国家要想不受制于人，有些东西就必须要自己制造。无论是过去的中国，还是现在的中国。这是全世界最长的天然气输送管道，中国能源的大动脉，跨越16个省市，关系着中国5亿人口的用气安全。要将约占中国陆上天然气资源87%的西部天然气输送到全国，铺设的管线长达15000多公里，每200公里就必须有1个加压站。加压站最核心的设备就是压缩机组，而这些机组在最初的10几年里，全部要依赖进口。西气中枢是我国能源供应大动脉，所需装备应该立足国内制造，而不应该长期依赖进口，这是保证能源供应的需要。推进西气中枢压缩机国产化具有重大意义。在中国，能够制造这种核心压缩机的企业只有这一家。居怎么样？到任啊，那挺好。崔连顺，我们要用的大型压缩机叶轮研发制造的专家。长度是260的刀。这段时间，他几乎每天都要去车间看看。为西气东输工程乌鲁木齐站定制的压缩机，现在已经到了正式组装的阶段。550的刀是不是？叶轮的安装已经基本完成。作为叶轮的设计者，崔连顺还必须时刻关注着产品的加工制造。工人们正在安装压缩机的转子。这是他们为西气东输工程制造的第38台压缩机组。这种被称为长输管线心脏的新型压缩机，中国从2008年才开始组织力量研制，当时集中了全国近10家不同领域的制造企业。举一国之力来研发关系到国家能源等战略发展的关键设备，是中国重大技术装备制造的主要方式。
2008年以来，依托国家重点工程研发制造大型项目，取得了多项突破性进展。为什么我们说重大技术装备的项目是创新驱动的一个很好的途径？它是用这个任务、这个工程任务来带动整个创新的机制。它不完成这个任务，它就没完成任务，它就交不了货。这个动力那比一般的科研动力要强得多。这是中国最大的石油化工基地100万吨乙烯工程，工程刚刚投入运行还不到2年的时间。乙烯，一种全球最重要的化工原料，它在一个国家中的地位几乎和钢铁同样重要。庞大的装置俨然就像一座城市。人们越来越追求高品质的生活，住房、汽车、家电、手机，还有时尚的衣服。触目所及的这些，没有一件可以离开乙烯。建国初期的中国，因为没有乙烯，曾有过几乎30年缺衣少穿的日子。那时，即使把全中国的耕地都种上棉花，也不可能满足中国人的穿衣需求，更不会像今天这样绚丽多彩。当年没有乙烯，就是因为没能力制造这种装备，而核心设备压缩机的制造，一直是中国几十年都无法突破的瓶颈。重大技术装备自主化是国家意志的重要体现。西方工业发达国家都是以强大的装备工业作为立国之本，推进装备工业的振兴和发展，是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建设强大工业化国家的重要保证。如果中国永远是走进口这条路，那我们就受制于人。一旦发生了不可抗拒力的因素，比如说战争等等，我们这些大型装置都要瘫痪，不管是经济安全、社会安全，都将受到极大的威胁。苏永强从参加工作起就和压缩机打交道。2008年，中国第一次要先后上马3套100万吨乙烯工程，乙烯装置核心设备的国产化任务落在了他的肩上。如果神鼓不能制造，那么是我们国家在整个这种重化工的发展上、乙烯工业的发展上，将会大大的滞后。没有人比苏永强更了解这个企业。全国石油化工业装备所用的压缩机，80%都在这里制造。在中国，这是一个没有备份的企业。尽管他们有多年的技术积累，但承担这项任务时，苏永强还是感到了压力。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没有后路。当时用户曾经问过我，苏总，你要不成功怎么办？难道是你神鼓把所有的家当都抵上，能抵得了吗？我告诉我们的用户，我抵不上，把神鼓卖了也抵不上它所产生的损失，所以神鼓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必保成功。100万吨乙烯压缩机，不仅是他们多年的梦想，更是他们现实的责任。中国不能没有自己的100万吨乙烯装备。这里是压缩机的热处理车间，粗加工后的工件都要在这里进行高温处理，以确保材料的性能更加稳固。制造100万吨乙烯压缩机，材料至关重要，而同样重要的还有叶轮的加工工艺。行，怎么走？你死一点啊！走大车。
是压缩机最核心的部件。如果叶轮停转，整套装置就会瘫痪，一天的损失高达2亿多元。但是，100万吨乙烯压缩机的叶轮加工技术，只掌握在美国记忆公司的手里，而且作为机密，拒绝转让。你如果不转让，我们用1年的时间把它开发出来。其实当时你至于是否能用1年的时间开发出来，我心里也没有底。崔连顺和他的研发团队正在为一个大型化工项目的压缩机设计叶轮。当年就是这个团队承担起了100万吨乙烯压缩机的研发任务。接到任务呢，觉得很激动吧，领导比较信任我。但是呢，回过头来一想，压力也觉得挺大的。崔连顺当年研发的就是这种最先进的加工工艺——整体洗制。首先要在钢坯上加工出叶轮大致的轮廓。钢坯是一种极为昂贵的低温钢材，即使是粗加工，要求也极为精细。第1刀的位置尤其关键，稍有不慎，就可能使整个毛坯报废。刀具是一种比钢坯更坚硬的材料，旋转之间，多余的部分被1分1毫地去掉。然后，这个粗加工的部件被送到数控洗床上，进行最关键的整体洗制。笔直的刀具要在这一整块钢坯上洗制出螺旋状的叶片，这是一个极端复杂的程序，丝毫的误差都将前功尽弃。当年崔连顺花费9个月的时间攻克了这项技术，中国也成为全球第2个拥有这项制造工艺的国家。叶轮制造工艺被攻克的同时，另一个人也解决了压缩机外壳制造的难题。杨建华，一个普通的焊接工人，自己琢磨着学会了小提琴。就是这双按动琴弦的手，当年制造出了100万吨乙烯压缩机的外壳。压缩机的外壳就产自这个车间。现在，大型压缩机的外壳普遍采用这种分体焊接制造技术，这是老杨的一项发明创造。分体焊接对工人的焊接技术要求极高，几十吨重的外壳最厚的地方将近半米，而最薄的地方只有10毫米。150多个零部件有严格的焊接顺序和方法。这套工艺是杨建华靠自己的经验在工作中一步一步摸索出来的。往往说创新科学家的事儿啊，什么搞个导弹、搞个原子弹，好像这样是个技术创新，老百姓普遍都认为。那么我们工人在实际当中呢，把这个高科技含量产品制造出来，这也是创新，而且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创新。一名普通工人的创新，使中国打破了外国多年的垄断。用他的技术制造的大型压缩机已经超过了800台，为此，国家节省了6亿多美元的进口投入。焊接机壳必须依靠手工完成，技术的传承也只能靠师傅的言传身教。
老杨已经培养出了12个徒弟。我太喜欢这些小伙子了。如果我把这40多年的经验呢传授给这些年轻人呢，一定要比我强得多。那将来我们中国企业的发展，那还有啥愁的了？老杨从1969年进厂当焊工，到现在已经40多年了。还有4个月，他就要退休，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我来的时候是一个小孩儿，什么也不懂，现在头也白了，啥也掉了。那么这一段的经历，可以说把我的青春啊、年华、智慧啊，都留在企业了。离开这个企业，确实，舍不得，舍不得我们朝相处的。崔连顺最新研发的叶轮，今天到了测试的日子。他所能做的只有静静的等待。如果失败，就意味着近3年的努力付之东流。和崔连顺同样紧张的还有苏永强。如果成功，就意味着中国在重化工领域的又一次重大突破。试验有着严格的程序。首先，压缩机要以工作转速运转30分钟，然后再超速运转15分钟，最后再回到工作转速运转4个小时。工人要随时测量机器的振动数值，在机器上放一枚硬币，这是最直观的检测方法。机组运行部件不能有任何异常的声响，机壳的温度也要每30分钟检测一次。世界最先进的测试平台，每20分钟需要记录一次运行数据。所有的数据显示，试验成功了。每次实验成功后，苏永强都要独自留在空旷的车间里。他知道一项技术、一台机器对于一个国家的分量。今天的成功，又将为中国的石油化工业增添一个新的、更重的砝码。中石化的高层领导曾经讲过，如果没有神鼓，我们会伸着脖子任凭外商宰割；有了神鼓，我们就敢和老外说不。神鼓制造的乙烯压缩机已经在这里连续不停地运转了1000多天。这是中国制造的第1台100万吨乙烯压缩机。尽管在石化领域，中国离世界第1集团军还有距离，但100万吨乙烯装置核心压缩机的出现，已经让中国乙烯工程建设跻身世界先进行列。但
时，压缩机核心部件的加工却仍然要依靠国外的高档数控机床才能完成。在中国，不仅仅是神谷，更多的制造企业同样如此。这里是充满中国智慧的机器制造故事。在这个车间里，这些老式的机床正在加工着现代机器所需要的零部件。在中国，目前正在服役的绝大部分还是这种普通机床，总数超过400多万台。而现在，世界机床已经进入到了数控时代，而中国整个机床领域的数控化率却只有5%，发达国家已达到70%。数控机床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具有超越经济价值的战略地位。于德海，中国数控技术高级工程师，喜欢开车。用他的话说，无论做什么，他从来都不喜欢跟在别人的后头。2000年，于德海开始进入数控系统研究制造领域。这里是于德海的数控机床生产车间，机床已经在这里积压了1年之久。这种中低档产品在过去的10几年里，中国已经产能过剩，但是大多数的高端数控机床仍需从国外进口。车间里清一色国外进口的高档数控机床，是这家中国企业制造国产数控机床产品的全部家当，也是于德海盈利最多的一个车间。工人们正在加工数控机床的外壳。这些机床来自不同的国家。当年买进这些设备时，于德海才真正明白，对机床而言，花钱的人未必就是上帝。中国从国外进口机床，除了要支付高昂的费用之外，还必须要接受近乎苛刻的限制条款。人家机床带有定位装置，这个机床你买来以后做什么产品，放在你这个企业里面什么样的位置，都要在人家那备案。然后他要定期的来核查你是不是在哪，你究竟在干什么，这样的话你不就受制于人。对正在发展的中国来说，航空、航天、海洋工程、大型发电机组等关键领域的装备制造，无一能离开高端的数控机床，而这又恰恰是中国的发展之痛。高端的装备不能制造，关键还是我们不能做高档的宇宙联动的机床，由于我们这个高档数控系统不掌握，就是人家把这头子卖给你，你也做不出。现在，中国人正在努力地改变着这种现状。在大连的这家工厂里，技术人员正在调试机床的控制面板。这是他们自己研发的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数控系统。这意味着中国高端数控系统不能自己制造的历史即将终结。数控系统是机床的大脑，这项技术一直被控制在2家外国公司的手中。中国每台高端数控机床的制造成本有40%是用来购买国外系统的。
只有研发出自己的高端数控系统，才能给中国的机床换上自己的大脑。一个国家，尤其是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不能没有自己的高档的数控系统，不能没有自己的高档的数控机床。说什么是动力？这就是动力。陈虎，清华大学数控专业的博士生，2007年被余德海聘请过来，负责研发机床的数控系统。仅3年的时间，陈虎就获得了成功。做到现在也做了将近20年了，我们应该说做了5轮都失败了。我的导师80多岁了，做了一辈子数控系统一辈子都没有做成这件事情。我本人有这样一种情节，就是一定要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毕生的事业去做成。不断的完善系统精度，是陈虎每天都要面对的挑战。因为精度是高端数控机床的生命，而且提升空间永无止境。这也正是中国机床制造需要一次次越过的难关。把激光测控技术前置到生产环节，是陈虎的一次大胆创新。它使数控机床的精度控制从微米缩小到亚微米级，这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的技术。然而，即使这样先进的数控系统，却也始终难以被市场认可。因为国内数控系统基本上都是被国外的品牌垄断，所以当国内出现一个新的品牌的时候，这个用户他会有很多一些想法，很难以接受。工人们正在组装一台大型的高端数控机床，机床采用的就是陈虎研发的数控系统。事实上，余德海的企业并不以制造机床为主，向机床制造企业出售他们研发的数控系统才是他的真正目的。但此前，中国只有1家企业的机床上安装了他们的系统。制造机床并生产出客户规定的产品，成了余德海推广自己数控系统的权宜之计。通过我们的数控机床，叫用户对我们的数控系统能有一个认识，就好叫我们的数控系统能够快一点的推向市场。此刻，台上的陈虎正在向来自全球知名数控机床企业的代表们报告他的最新研发成果。中国已经实现了数控系统的重大突破。数控机床高端制造的天平，因这个崭新的砝码，逐渐向中国倾斜。大雪来临之前，他们15000平方米的地下工厂已经封顶。这将是亚洲最大的高精度机床生产车间。高端机床对制造环境的要求极高，路面的振动数值、超高等级的清洁环境、全年温度和湿度恒定不变，地下工厂更容易满足这些苛刻的要求。几个月后，拥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数控机床将在这里批量生产。总共这个项目有221亿，就是要解决这些高档数控问题。因为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才能够做出来这个好的产品。2天前，余德海他们制造的一台装有中国数控系统的5轴联动机床出口到了德国，这是中国高端数控机床制造的一个开端。
前走，海阔天空。这里是充满中国智慧的机器制造故事。上海宝马展，亚洲最大的国际工程机械展，2600家参展商来自世界40多个国家。宝马展起源于50年前的制造强国德国的慕尼黑，是全球工程机械最大规模的展示和采购平台。1995年，当中国企业第一次参加宝马展时，只有1台装载机。18年过去，中国工程机械总产值已经达到6000亿元，而中国也成为宝马展的一个重要的举办国。徐工集团，中国最大的工程机械制造商，41台大型机械占据着展区中央最大的面积。第一次参加德国慕尼黑工程机械展览会，那个时候呢，我们是在那里摆了一个摊位，放了几张图片，和那些世界工程机械强国来讲，那是不能看的产品。想想那时候确实是蓬头垢面啊，衣衫褴褛，应该说。在它的旁边，是德国一个有着60多年历史的老牌工程机械制造公司。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工程机械刚刚起步，而那时这个德国企业已经生产出世界上最先进的起重机。中国的技术人员前往这家企业在德国的工厂取经时，一位技术员询问是否可以拍照，德国人回答：“你用摄像机全录下来都可以。”然而德国人又悄悄地说了一句话：“反正你们再怎么学，也永远做不到。”这句话整整激励了中国工程师10年。10年后，德国人对待中国制造的态度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2006年上海宝马展，德国企业的高层在参观完徐工的展区后说：“我在中国找到了真正的对手。”2009年，德国慕尼黑宝马展改变了一贯开放的姿态，对准备参会的徐工技术人员集体拒签。中国企业让竞争对手感受到了自己的重量。2012年上海宝马展的最后一天，徐工签下了本届展会最大的订单，向南美洲出口2000台大型工程机械。快速成长的中国企业已经不再介意别人的态度和眼光。为南美国家出口的2000台工程机械，已经在这里开始制造。订单如此快速地投入生产，得益于他们拥有一套自动化程度极高的生产流水线。一台装载机从第一块钢材进场到最后的整机组装完毕，只需要3天的时间。先进的生产方式提高了制造效率，而技术的积累才是他们竞争的资本。工
工人们正在生产的是新型的装载机，这是市场需求量最大的工程机械。中国的装载机年产销量位居世界第一，占全球市场的2/3。2000台的出口订单，几乎相当于80年代初期全中国工程机械1年的总产量。80年代末90年代初，整个世界工程机械那完全是以美欧日为主导的，那中国的工程机械那基本上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工程机械总是和一个国家的发展紧密相连，交通运输、矿山开采、城镇建设，所有的基础设施建设都离不开工程机械。工程机械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建设速度，而它的发达程度也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是否强盛的重要标志之一。一个国家要建设，必须要不断用新的装备来实现我们这建设的目标，这样才能达到经济安全可靠。第一批给南美制造的全地面起重机，今天开始吊装臂的调试。吊装臂由数节体积不同的钢筒组成，在吊装过程中可以自由伸缩，最长的吊臂可以伸展到100多米。全地面起重机是大型建设工程中必不可少的工程机械，而在2000年以前，100吨位以上的全地面起重机，中国全部要依赖进口，因为这种起重机吊装臂的制造工艺，曾经是所有中国工程机械制造企业难以突破的技术。吊装臂的制造需要特殊的钢材，现在中国的钢材已经完全能够满足这种制造要求。钢板塑形是吊装臂最关键的工艺，因为它的形状直接影响到吊装的重量。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折弯机，它要把一整块钢板折成巨大的 U 型。精确的弧度并不是一次成型，而是通过一点一点的折弯。这种装备和技术，以前的中国企业并不掌握。这种世界上最先进的制造技术，能够让起重机承担更大的重量，而且更加稳固。2个被折弯的 U 型钢板焊接在一起，才能组成一节起重臂，最终进入到打磨和喷漆程序。现在，中国制造的全地面起重机，起重能力已经达到1600吨，位居世界第一。然而，全球建设工程的竞赛对起重机的能力已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台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超级起重机正在组装，它自重5100吨，高度相当于30层楼房，极限起重能力可以达到4500吨。孙俪，一个性格温柔的南方女子，很难让人相信，眼前的这个庞然大物，就出自她的手中。像这样的超级起重机，主要应用于核电和石化工业等重要领域的大型结构件吊装。尽管孙俪设计起重机已经不是第一次，
但这一次他要挑战的是一项前无古人的设计。我要画一张脸。当我在做这个产品的时候，可以说我不知道它的眉毛、眼睛、鼻子在哪里，不知道应该在哪里，但是一定要实现一张脸的功能。从设计到现在已经过去了2年多时间，孙俪所做的各种不同吨位的测试都获得了成功。此刻，他正带领团队备战1个月后4500吨的极限吊装试验。在另一个场地上，另一种考验也正在进行。这是一场全国吊装大赛，驾驶员必须驾驶大车，躲避各种障碍。中国在最近10年才拥有了自己的大型工程机械驾驶员。此前，各建筑工地到处都是进口的工程机械，甚至驾驶员也是外国人。10年的学习和制造，中国不仅拥有了先进的工程机械，也拥有了自己的高水平驾驶员。今天的比赛项目已经超出了实际应用，但却代表着中国工程机械的发展水平和中国工人的操控能力。出口南美的工程机械到了最后的整车调试阶段。这种集中调试可以更直观地发现机器的问题。今天，中国的全地面起重机的起重能力和产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一。中国的工程机械市场被中国企业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并已经走向世界。工程机械就建设发展，70年代开始了，一直到现在，历经了40-50年的努力，终于形成自己的系列产品。对于孙俪来说，今天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4000吨起重机的最后一次极限吊装试验即将进行。为这一刻，孙俪已经付出了2年多的努力。前车注意，起吊试验现在开始。操作手，继续往上起钩，继续起。准备好了吗？上面。准备好了，准备好了。继续往上起，保持这个动作不动，继续起。他们首先要把重物垂直起吊到一定高度，然后起重机要做360度旋转。起身绳变轨绳在轨道。前车注意，现在进行回转试验。好嘞，好嘞。这种履带式起重机可以在吊装过程中缓慢行走，以方便把被吊装的物体放到指定位置。这是全世界最大起重机的极限吊装试验，一个紧张的时刻。压力表，防火层的压力，发动机的参数，它两边的转速和顺轴距是否一致？一切正常，一切正常。紧张，你看这个，防雨要防雨。看一下它的路径。试验成功。2个月后，
这台世界上最大的起重机将交付使用。中国出口南美的第一批工程机械到了交货的时间，这距离大批的国外工程机械被运到中国，仅仅过去了10几年。现在，全世界几乎每一个需要工程机械的地方，都有中国的产品。中国的工程机械企业已经在激烈的竞争环境当中杀出了一条血路。我想的就是这样，在世界工程机械的最高顶峰上，必须要有位置。也就是说，我们在国际市场上要跟这些工业化的已经实现工业化国家进行博弈。为什么？因为我们要争取我们的地位，争取我们的国力在全球上得到认可。2013年7月5日，孙俪设计的4000吨履带式起重机第一次正式启用。这是中国正在兴建的一套大型化工装置。起重机要完成一座丙烯塔的吊装。丙烯塔的直径14.4米，高度118米，总重量1680吨。预计吊装时间5个小时。而在过去，要完成这样一座丙烯塔的安装，至少需要3个月。上午10点，吊装正式开始。中国正在用自己制造的机器建设着自己的工程。这台机器之所以能吊装起巨大的重物，离不开它身后更重的砝码。对于这台机器如此，对于一个国家更是如此。砝码的轻重取决于自身的重量。制造什么和怎么制造，决定着一个国家在世界的地位。金木水火土，不